皇城新来了一位大理寺少卿，仅上任3天，抄了丞相府，端了将军营，眼瞧着自己身边的同僚越来越少，我爹慌了，连夜翻出当年先帝赏的免死金牌，终日不敢离身。对此，我嗤之以鼻，怂货！我爹气得直跳脚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这么怕吗？我一愣，面露狐疑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爹越说越气，这新任的大理寺少卿就是当年被你始乱终弃的陆衍。闻此，我恍然大悟，商量道：爹，要不这免死金牌我俩一人一半吧。我爹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陆衍是户部尚书的儿子，从小便是个锱铢必较、视财如命的严监生。抓周宴上，我不过是咬了一口他挂在脖子上的金锁，这家伙便仗着自己比我大3岁，趁我还在流口水不识字的年纪，用糖饼引诱我在金锁损耗欠条上摁了手印。欠条上说我共需赔付他2两黄金，期间每日所产生的利息按7成计算。那时傻，我对陆衍的鬼话一直深信不疑，经常偷拿我爹的私房钱上供给陆衍。后来被我爹胖揍一顿后，我学乖了，转眼盯上了我的祖父。和祖父打招呼，我有一个惯用步骤：第一步，抱住他老人家的大腿；第二步，惨兮兮地喊一声爷爷；第三步，告诉爷爷我饿。借着这个，每次我都能从爷爷那顺走不少好东西。当然，其中绝大部分都进了陆衍的口袋。记得当时开门课上，夫子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，其他人都是中规中矩的自报家门，只有我十分骄傲说自己是神仙转世。夫子一听也是乐了，悠悠道：什么神仙转世？我散财童子。当晚，我娘罚我爹跪了一个时辰的搓衣板，因为家里有祖父这尊大佛在。我爹对我是打不得、骂不得、说不得。14岁那年，我爹一气之下将我连人带包袱丢进了全封闭的书院。在这里，我和陆衍成了同厌。都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仅入学第1日，我便和陆衍打了起来。起因是在史学课上，我说我最崇拜周瑜，陆衍说他最讨厌周瑜，因为周瑜死的时候诸葛亮来看了他，但诸葛亮死的时候他没来，这简直就是在胡搅蛮缠。我当即和陆衍扭打在一起，我掏出祖父给的大元宝框框砸他脑门，陆衍也是不客气，顺势拿出他的枣木算盘，噼啪一顿作响。最后天雷勾地火，一顿操作猛如虎。我和陆衍齐被监院关进了小黑屋。翌日，上早朝的父亲在看到户部尚书手里2米长的医费报销单时，陷入了沉思。因为陆衍谎报伤情，我这个月的食宿费被我爹扣了一半。白日里，院长在学堂上发问谁要参加月底的雅集，整个学堂就只有我和陆衍没举手。院长问其缘由，我和陆衍异口同声：没钱。书院每个月都会组织雅集，以诗会友，兼加歌赋。届时还会有许多有名的诗人才子亲临，每人只需交30两银子便能去。但奈何我这个月的花销大缩水，压根不够交场地费。回馆舍的路上，察觉到我一直在用怨念的眼神盯着他。陆衍眉尾轻挑，满眼促狭道：其实雅集很无聊的，你要真是喜欢诗，我也能现场给你做一首。我一愣，你还会作诗？闻言，陆衍摆起诗人的架子，开始摇头晃脑。我欲千里寻觅你，喜忧无常也之事。欢愉苦短月色白，你知我心为谁痴？听完，我满脸疑惑，你这也不像诗啊。陆衍嘴角漾弧度，眼底闪过一丝狡黠，笨，这是首藏尾诗。藏尾诗。瞬间，在我反应过来的那刻，陆衍撒腿就跑。我在后面大叫：敢戏弄我，陆思明你死定了。陆衍从小便有经商头脑，书院院规禁止学子除休沐之外的时间外出，而书院内的生活又枯燥乏味，缺少乐子。于是陆衍便开始倒腾起卖民间画本子的活。市场价20文钱一本，陆衍他卖我100文钱。我不服，找他理论。见状，陆衍故作无奈，叹气般打开画本的扉页，认真道：这是珍藏款，你看上面还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假名字。我一瞧还真有，顿感不好意思。那啥，
要不我免费请客作为补偿？陆岩挑眉促狭一笑，行啊。是夜，华灯初上，皇城十里长街都挂满了红布纱灯，周围小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陆衍拿起一盏工艺精湛，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花灯，满眼期待。我忍痛道：要了。路过皇城第一戏园班子，陆衍驻足停留，面露好奇。我心在滴血，赏了。在书摊看见名家真迹，陆衍爱不释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我一咬牙，买了。一路逛下来，我感觉自己的家底都快被陆衍掏空了。见陆衍还没逛够，我出声提醒：别忘了，今夜可是私夜查房。我和陆衍是从书院偷跑出来的，要是被四爷发现，铁定又要关小黑屋罚抄课业。陆衍倒是一点都不担心，一路上关灯弄花，十分惬意。你担心什么？这不是还有我吗？我眉头微蹙，可是我话还未说完，便觉舌尖有丝丝甜意触及，是串糖葫芦。陆衍身着绛红圆领锦袍，清澈的桃花眼中漾着笑意，甜吗？近处花灯映照下，少年面如冠玉，有种窒息的美。我下意识道：甜。闻言，陆衍眼眸一弯，甜就对了，5文钱一串，付钱吧。我无语。我和陆衍一路逛到了城西，在一个猜诗谜的活动中，陆衍瞧上了活动大奖，是一对玲珑精致的双鱼玉佩。陆衍漫不经心道：我要那个玉佩，你帮我赢回来。对诗词歌赋一窍不通的我，活动的诗谜是：以栏杆检君去也，霎时间红日西沉，灯闪闪而不见，闷悠悠少个知心。我绞尽脑汁，愣是没想出谜底究竟是什么。陆衍见状，俯身贴在我耳畔道：你看第一句的简字少了什么？少年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耳廓，勾起丝丝痒意。我脸颊顿时有些发烫，下意识避开陆衍，强装镇定道：简字不就是简字，它会少了什么？话音刚落，身后一道温和细微的声音提醒道：蓝无简，尖无日，闪无人，闷无心。那人话未说满，但我立刻心领神会，瞬间接话。所以谜底是门。我循声回头看去，身后站着一位广袖华衫、长身玉立的少年。少年眉眼温和含笑，姑娘聪慧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讪笑道：公子是？少年行礼作揖道：在下叶兰舟。我一惊：你就是临安城有名的才子叶兰舟？临安叶氏叶兰舟4岁读书，7岁作诗，18岁燕冠经传百家，连院长都赞其有青云绝科之姿。没想到竟是眼前这人。惊叹间，活动方将奖品拿了过来。我看着手里的玉佩，思虑片刻后道：叶公子，你帮了我们，若不嫌弃，这玉佩我们不如一人一半。说着我便要把玉佩递出去，结果被陆衍一把制止。陆衍，没门，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他？我看向陆衍，蹙眉道：别那么抠门，人家叶公子好歹帮了我们。陆衍语气略有不善：我需要他帮？我打圆场解释：叶公子，陆衍他人就这样，特别爱斤斤计较，你别放心上。叶兰舟摇头笑道：无碍。回去的路上，陆衍似乎心情不太好，一直黑沉着个脸。我唤他好几声，他都不理我。最后我没了耐心，不就是个玉佩，陆思明你就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原本一直走在我前头的陆衍闻声突然止步，转身一脸肃容。对，我这人心眼小，平生最讨厌别人拿我的东西，凡是对于偷拿者，我向来是睚眦必报。我被陆衍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吓了一下，赶紧转移话题：是你心眼小，刚刚在街上逮着我一路宰，尽占我便宜。闻言，陆衍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眉眼在下一刻渐渐舒展开。陆衍揶揄道：谁要你的那本画本子，全天下仅此一款。见陆衍没有再生气，我下意识松了一口气。但下一秒，在听到陆衍说的话后，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仅此一款，假名字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假名字？对呀，我一直看的都是18禁3流作者写的书，有作者亲笔签名才奇怪吧。想到这，我抬眸看向陆衍，和蔼一笑：死骗子，你又骗我。周遭气氛凝固了几秒。
下一刻，陆衍拔腿就跑，我在后面穷追不舍。陆思明，你这下是真的死定了。陆衍在书院倒卖画本子的事情被院长发现了，院长亲自找陆衍谈话，劝诫他不要贪图蝇头小利而荒废了学业。陆衍却满不在乎道，都说一寸光阴一寸金，那我何不如卖了光阴换黄金。院长被陆衍这一番大逆不道的话差点气岔，拿戒尺的手都在抖。陆思明，就你现在这样，我看你也不用参加什么科举了，趁早收拾东西回家吧。很快，陆衍靠卖画本子赚来的银钱全被院长缴了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有人能从陆衍手上拿走钱的。不过见陆衍吃瘪，我很高兴，特意跑到他身边幸灾乐祸。我嘚瑟道：哟，陆建生，生意不好做，破产没辙了吧？见我挖苦他，陆衍倒也不生气，一双桃花眼似笑非笑。谁说我没有办法了？太子是在某个武后亲临的书院，当今圣上特别重视我朝民生教化。作为皇都最大的书院，我们书院一直都是由太子亲临视察工作。当日晌午，陆衍特意在伙房找了个显眼的位置坐下，靠着一碗稀米粥，一碟免费的萝卜干，成功吸引了太子的注意。太子言语关切，孤认识你，你是户部尚书家的儿子吧？你祖父曾是孤的老师。陆衍行礼道，祖父逝世前也常挂念着殿下。大概是自己恩师孙子的缘故，太子对陆衍格外亲切，顺势便坐到了陆衍的对面。但当看见陆衍面前摆着的饭食时，太子眼中旋即闪过一丝困惑。你经常吃这些吗？陆衍摇头，神情无波无澜，不常吃，只因今日是臣的生辰，故而吃得多了。一语下去，众人皆是一愣。当晚，原本远在姑苏的院长收到了太子传召，随后便是快马加鞭，连夜飞奔进皇宫。翌日天光微亮，我刚到驱车抵达家门口，便见我爹晨起准备出门遛弯。视线对上的那刻，我爹和我大眼瞪小眼了好半天。我俩同时发声：你被书院开除了。书院叫陆衍给端了。我爹。书院查封，院长被捕入狱，罪名是贪酷受贿。看着一箱箱的金银从院长的府邸搬出，陆衍心情格外愉悦，没想到我这无意之举竟是为民除害了。我在一旁小声嘀咕，你确定不是在公报私仇？闻言，陆衍眉梢一挑，故作不解。我这明明是很操守，这些渡国害民的贪官，我以后见一个抄一抄，谁都逃不了。说到这，陆衍看向我，笑意不达眼底。所以你可得小心，以后你家别被我抄了。我也是不怕虎，叫嚣道：你是能抄了我家，我爹健步9万里，倒立惊鸿舞。话毕，我只觉耳朵被人一拧，连连吃痛惊呼。我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？晚上回到家，我爹抄起扫帚就要来抽我。我上蹿下跳，一阵嚎叫：爷爷，你儿子造反了，他又要打你的宝贝大孙女了。娘在一旁乐得合不拢嘴。我爹倒是快被我气昏过去了，指着我道：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，我看你这样子怎么嫁得出去？我不在乎道：嫁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家可以多砸些银子招婿嘛。我爹，你以为谁都像陆衍那小子一样见钱眼开？我小声反驳：爱财也没什么不好吧。我爹更气了。陆衍参加科举的那年，我刚过完及笄礼，这段时间媒婆3天2头便往我家里跑。看着媒婆拿来的一大摞全城适龄贵公子的画像，我是一个头2个大。娘在一旁关心道：是还没瞧上合眼的。我无奈点点头。太傅长子文采很好，但奈何脸长得比纪晓侯爷差了点。纪晓侯爷长得好，但体弱多病，比不上兵部的宋侍郎气宇轩昂，实在难以抉择。我问爹，可不可以都嫁了？我爹吓得没从竹椅上摔下来。娘打趣道：嫁这么多，你忙得过来吗？我不假思索，忙点没关系啊，这样彩礼钱我们还可以多收几份。我爹被我的话逗乐了。我瞧你平日里那个傻样，我们家就算是白送不要彩礼，也见不得有人赶上门娶你。我破防大叫：林大海，你不能这么对你爹的宝贝大孙女。我爹青筋一跳：林宇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揍死你？我赶紧溜了。回房的路上，
我被一粒小石子给砸中。循声望去，只见陆衍单脚支起，倚坐在院墙上，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。我诧异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陆衍语调散漫：“来和你做笔买卖。”我警惕道：“什么买卖？”陆衍眉眼一弯，蛊惑道：“林瑜，你想锦衣玉食，腰缠万贯吗？如果你想，不如和我在一起。”我微怔，讶然道：“你难道可以？”陆衍：“对，没错，我可以和你一起想。”见我不再理他，转身要走，陆衍急忙叫住我。陆衍清了一下嗓，视线有些游离。其实是我家也一直催我成家催得紧，我盘算了一下，左右我们俩都还没遇到中意的人，不如先假意在一起，到时候你还能多捞一笔彩礼钱，最后和离起来也方便。说到这，陆衍语气认真：“你放心，到时候和离成功，我还会再出一笔重金作为补偿。”闻言，我斟酌道：“万一没成功，你又骗我怎么办？”陆衍挑眉，随后三指并拢，神情郑重：“我若骗了你，就让我未来的妻子上厕所没有厕纸，吃西瓜全是西瓜子。”我一听，莫名觉得哪里不对。陆衍催促道：“林瑜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，这个交易你做不做？”我思量一番后道：“可以，不过你得给我一份保证书。”就这样，我和陆衍一语敲定。陆衍眸子明亮如水，嘴角噙笑：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科举放榜之日，我等着你们家来绑下捉婿。”说罢，陆衍一个跃身便消失在了院墙上。对于绑下捉婿的作战策略，我秉烛分析了一通。状元往年都些上了年纪的老头，不可能是陆衍。榜眼依陆衍目前的才识，还到不了这个水平。思来想去，陆衍考个探花应该比较稳妥些。很快，3月天，眨眼便到了放榜之日。我大手一挥：“爹，决定了，我们家的捉婿目标就是探花郎。”科举放榜，朝堂百官几乎半数出动，抢人场面极其激烈，人潮涌动。镇国将军，我家小女武艺超群；礼部尚书，我家小女端庄贤淑。为了我的婚姻大事，我爹老脸一红，厚着脸皮往内一站。我家小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诗词歌赋无一不晓。靠着这一嗓子，人群最里头的探花郎成功看向了我爹这边。得知我爹成功抓到人后，我马不停蹄地从茶楼往家赶。我前脚还未踏入家门，便有些按捺不住的小得意。怎么样？我们家的下手速够快吧？下一秒，只见庭中梨树亭亭如盖，似云堆雪，落英缤纷下，少年玉冠束发，一袭月白锦衣与这漫天花雨融为一体。叶兰舟眼眸含笑：“姑娘，又见面了。”我瞬间宕机在原地，抓错了人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叶兰舟是被我爹骗过来的。我爹说我琴棋书画无一不通。当日我手批了4架古琴，玩了10局五子棋。我爹还说我诗词歌赋无一不晓。于是我指着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，明月几时有自信大胆发言。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殷切期盼被弟弟苏辙唠唠的急切之情。我爹一时没搞清楚状况，一个劲的在给我找补。我家闺女她还好学求真，这个确实是真的。我转头一脸期待地看向叶兰舟。所以霍去病在外一直征战，真的是因为汉武帝是断袖吗？我爹。叶兰舟被我的话一顿，随后绽放一抹清浅的笑。如此一看，林姑娘果真是率真可爱。被这么一夸，我顿时有些不好意思。是吧？以前家里人还说我是个傻的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傻。傍晚，暮色四合，我刚送别完叶兰舟，抬眼便见陆衍不知何时站在了我家门口。陆衍死死盯着我，眸中晕色渐浓，山雨欲来。林瑜，你个骗子！还不等我解释，陆衍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。晚上，我才得知陆衍此次考上了状元郎。我很慌，冲进爹的书房，摇醒正在酣睡的老爹，急切道：“爹，未来我们家估计要被陆衍抄了。”我爹？我是在南风馆被吓醒的。梦里全是我爹扭着腰肢跳惊鸿舞的惊悚画面。自从陆衍科考一举夺状元后，便自荐去了基层历练5年。等再次听到他的名字时，他已是大理少卿。如今陆衍权势滔天，
办事雷厉风行。前些天刚准备和皇上告老还乡的张太傅，今个就被查出贪赃枉法，被陆延以一辆破牛车直接流放去了宁古塔。想起当年陆延那决绝生气的样子，我顿觉全身不寒而栗。像他那种睚眦必报的人，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了。见我懊恼出声，周围奏乐的伶人齐齐停下了手中动作。邻近的一个乐伶关切道：“小姐可是身体不适？”我摇头理了理思绪，抬眼便看见了20余穿着红纱衣的清秀乐伶。梦中老爹妖娆妩媚恶心的画面再次袭来，我下意识脱口：“都脱了吧。”此话一出，离我最近的乐伶率先露出惊怒之色：“小姐，还请你放尊重些，我们都是卖艺不卖身的。”意识到他们都理解错了，我赶忙扯住欲往外逃的乐伶，但到嘴的解释还未说出，就听砰的一声，南风馆的大门被人从外面踹开。来人正是大理寺的巡查队，领队的人声音中气十足：“风纪整顿，给我把这里所有的人都叫出来，男的左边，女的右边，抱头蹲好，不许说话。自新帝登基，这几年各地大兴土木，国库空虚。上任大理寺少卿后，陆衍便尤其热衷于抄家，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自制的贪官转盘上转圈，指针指到谁，那今日就去抄谁的家。但很显然，单纯靠抄家发国致富已经不能满足陆衍了。转眼，他便以扫黄防赌为由头，盯上了皇城中大大小小的戏园子和赌坊。我看这哪是什么风纪整顿，分明是陆衍那家伙想要扫黄罚款，扩充国库。南风馆的兵荒马乱结束后，我被人押到了大理寺，罪名是流氓罪。大理寺内，惊堂木响起，高堂上，陆衍一身绯红官袍加身，好整以暇地打量起下面跪着的20余乐伶。林瑜，没瞧出来，你玩得挺花啊！我吓得缩了缩脖子，刚准备开口解释，就被身侧一个乐伶率先抢了话：“大人，林小姐思想龌龊，在南风馆时便叫嚣着让我们所有人脱了衣服。”另一个乐伶附和道：“没错，他就是占我们便宜，欲行不轨之事。”我一惊，大叫冤枉。陆衍笑意不达眼底：“何处有冤？”我犹豫道：“我其实压根就没站到。”半晌，见陆衍没什么反应，我继而小声补充：“你信吗？当日我爹赶来保释我的途中，我的保释金一路水涨船高，到最后保释金从原来的30两涨到了30两黄金，吓得我爹又一路折返回了家。对于当年的事情，我其实一直是想跟陆衍解释来着，但当我每次鼓起勇气准备开口时，陆衍不是在惩治犯人，就是在惩治犯人的路上。宠妾灭妻，蠢而不自知者；陆衍，自挖双眼；不守诺言，背信弃义者；陆衍，杖责20；玩弄真心，肆意践踏者；陆衍，掏心挖肝。末了，陆衍才故作想起了我这号人，扭头似笑非笑道：“你有事吗？”我瞬间认怂：“陆衍，你个腹黑怪！”从大理寺出来，我迎面便看见了急匆匆赶来的丫鬟阿秀。阿秀神情慌张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”我一惊：“大理寺带人来抄家了？”阿秀摇头半天，喘不上气。我又一惊：“那是我爹，他发现我偷拿他私房钱了。”阿秀还是摇头。我急切道：“那是什么啊？”阿秀：“是表小姐叶真，她又进京来了。”我瞬间如临大敌：“阿秀，回去告诉我娘，就说我左脚绊右脚死外面了。”说完，我风一般的逃走了。叶真是我姨娘的女儿，小我14岁。大概就是逢年过节，我娘和姨娘在打叶子牌唠家常时，我在一旁哄孩子摇婴儿床。叶真从小就是娇气鬼，哭了要抱，饿了要喂，困了要哄，到最后临别时，死活不愿意亲近他娘，一个劲的扯着我的头发不撒手。最后他哭，我也跟哭。见这场面，我娘和姨娘可谓是乐开了花，说我俩这是姐妹情深。可去他的吧，真的是疼死我了。如今的叶真6岁，已然是狗都嫌的年纪。听说前不久还徒手抓蛇，差点没把姨父吓背过去。此次叶真进京，谁知道家里又会闯出什么祸来？这小祖宗，我还是先躲为敬。皇城里一些风花雪月的场所，自陆衍上任以来都被灭得差不多了。无奈
我只好去茶楼听书解解闷。茶楼内，说书人一桌，一醒目，讲的是王婆记绰西门庆、潘金莲要镇武大郎。只见二人云情雨意两绸缪，恋色迷花不肯休。毕竟难逃天地眼，武松还砍二人头。说书人台上讲的是栩栩如生，下面看客听的也是津津有味。唯有我是两眼犯困，索然无味。我打抱不平道，历史上的潘金莲明明是出身于大户人家，根本不认识西门庆这个人。婚后的他也是贤淑善良，却无端被人讹传成红杏出墙，与人苟合谋杀亲夫的荡妇，真是比窦娥还冤。身旁的看客见状道：不就图个乐子，何必较真？另一个看客也紧跟着附和：就是，而且你怎么知道史书上写的就一定是真的？要我说，这天底下红杏出墙的女人可不比负心汉少。我有些不悦，放你爹的狗屁！见我骂人，那个看客一愣，随后不怀好意挑衅道：瞧你这么急，莫不是你也背着自家丈夫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我一怒，当即拍桌大骂：老娘我未婚！下一刻，身后一道糯糯的童声响起：小娘！我闻声回头，只见叶真被陆衍抱在怀里，圆乎乎的眼里蓄满了泪，委屈极了。我面露诧异：陆衍，你们怎么来这了？陆衍轻挑下眉：这孩子在街上走丢了，被大理寺的人捡到，一直哭着说要找小娘。小娘这两个字被陆衍故意咬得格外重。我汗颜，指着叶真的小脸，语气严肃认真：都说了我不是你的小娘，我们虽然年龄差大，但是你还是得叫我姐姐。叶真眼神似懂非懂：姐姐。我满意点头。下一秒，叶真扭头欣喜地看向陆衍：姐夫。我……陆衍似是心情大好，戏谑道：小姨子，有人欺负你姐姐，我们要不要帮他出口恶气？叶真气呼呼道：要。陆衍抬手招呼道：此人王口狂蛇，带去大理寺绞蛇拔根。说着，在一阵哀求声中，方才那名看客被几个官兵给押走了。我抱过叶真，心虚道：谢谢了。陆衍姿态慵懒，不咸不淡地轻嗯了一声。我娘让我照顾好叶真，自个却和姨娘打叶子排逛花楼。看着我娘他们潇洒离去的背影，我抱着叶真站在家门口，欲哭无泪。都说小孩子精力旺盛，我让叶真去墙角挖泥鳅玩，转眼她抓了只壁虎举到我面前，我差点没昏过去。我给叶真看哪吒闹海的图册，她不要，抓起我画本子，吵着闹着要让我给她讲霸道王爷和他的落跑娇夫。好不容易熬到午觉时间，结果这小妮子一点都不困，小嘴巴巴个不停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为什么人走的路要叫马路？水为什么抓不住？一天下来，我只觉全身心力憔悴。翌日，为了解放双手，我去了南风馆。我招呼道：我这有个小姑娘，你们把她照顾好。伶人是，不知道那位小姐现在在哪？我抬手一指，做那舔糖葫芦的就是伶人。说罢，我找了个舒适的位置躺下，开始闭目养神。正欲入梦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人一脚踹开。来人又是那个大理寺巡查队队长，声音洪亮。所有人都出来，接到有百姓举报，说有个人贩子将小孩私藏在南风馆了。我无语。在大理寺那交完20两罚单，我生无可恋地拉着叶真回家。皇城街上人潮如织，小摊上香糕酥糖果子一应俱全。叶真扯了扯我的衣角，指着卖糖人的摊位欣喜道：我要吃这个。我叉腰没好脾气道：没钱，不买。闻言，叶真眼眶瞬间一红，执拗地站在摊位前，就是不肯走，欲哭不哭的。作为把她带大的姐，我可不吃她这套。见我没打算给她买，叶真当即大哭起来。很快，周围的人都注意到了我们这边，指指点点道：当娘的，连个糖人都不舍得买给孩子，真够抠门的。小孩，你娘不给买，大婶我给你买。众人你一言他一语下去，我脸瞬间涨红，拽着叶真就打算离开。下一刻，陆衍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我来付钱。领过糖人，叶真开心的两眼放光。我尴尬轻咳道：真是好巧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陆衍，不巧，方才大理寺接到百姓报官，
说城南这边有个疑似的人贩子的家伙。自从给买糖人后，叶真就很喜欢黏着陆衍，隔三差五的就往大理寺跑。某次在大街上瞧见陆衍秉公抄家，这个家伙格外激动，兴奋发问：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抄我们家啊？陆衍低笑一声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眼眸促狭。我要是真来了，怕是到时候有人不欢迎我。我心虚地将视线移开。叶真不明所以，那人是谁啊？陆衍漫不经心道：一个迟钝的笨蛋。叶真7岁生辰那日，吵着闹着要我把陆衍也喊来参加生日宴。我没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了陆衍。我扭捏道：今日是叶真的生辰，他向来喜欢你，你应该不会不赏脸吧？陆衍单手撑着下巴，声音闲散道：那你呢？我微愣，什么？陆衍没再说话，又埋头处理起卷宗。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下文时，陆衍突然道：处理完工我自回去。很快，月上柳梢头，陆衍果然如约而至。宴席上，陆衍闲闲地转动着手里的酒杯，似是不经意地朝我爹发问：不知林大人今年贵庚？我爹被吓了一激灵，下官今年54了。陆衍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林大人平日里可要多注意些身体。我爹应了一声，随后紧张地扶了扶我脚的冷汗。陆衍又问：林大人身居从6品，不知一年俸禄有多少？整个宴席上，陆衍一直地盘问我爹家里的具体情况。我心下很慌，完了，这是准备要抄家的前兆啊！宴席上，我一个劲地喝酒压惊，好不容易熬到宴席结束，我只觉两颊发烫，头晕脑胀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踉跄了好几步，等到某个回廊拐角，我又险些摔倒在地，幸好身后有只大手扶住了我。少年的手掌心滚烫干燥，摸起来很舒服，就是说的话不太好听，走个路都走不稳，真是笨死了。我面露不悦，谁说我笨的？我明明就很聪明。闻言，陆衍似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，伸手捏着我脸，顽劣一笑：真聪明，你以前能上我那么多次当。我打掉他的手，不满道：就你那些伎俩，我早就一眼就看透了，只不过是懒得拆穿你。陆衍挑眉似是不信道：哦，那你倒是说一个来听听。我凑到陆衍跟前，得意一笑：之前书院的那首诗其实是首藏头诗，对吧？此话一出，陆衍张了张口，但愣是没有发出一个音。我大手一挥，笃定道：陆衍，你一早就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下一秒，陆衍眸光深邃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神情执拗认真。那你呢？你喜欢我吗？我被抓疼了，努力想挣脱开，但却无济于事。无奈，我抬眸看向陆衍，索性双手攀上他的脖颈处，凑近问道：陆衍，你有没有听说一句话？陆衍喉结轻滑了一下，眼眸渐沉，哑声道：什么？抄家不如成家。我和陆衍大婚那日，我爹哭得涕泗横流，大喊着不用抄家了。当晚喝过合卺酒，陆衍赛给了我一枚小金锁。我打量了一会道：给我这个干嘛？陆衍眼眸一弯：新娘子的辛苦费。我脸一红，叫嚣道：这么抠门，我可不干。陆衍俯身贴近，蛊惑道：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我视线游离：什么？分期，爱要慢慢来。天地旋转间，帐帘落下，疑是春花。房内烛火摇曳，一旁的案桌之上放置着一对玲珑剔透的双鱼玉佩。屋外夜风撩过，桃树枝头花苞悄然绽开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